我是吴用山人，欢迎收看吴用山人一家之言。大家有看过《大秦帝国》这部电视剧吗？这部中国大陆拍摄的电视剧共有4部，分别改编自孙浩辉同名小说《大秦帝国》。这部历史剧评价相当高，这4部曲在豆瓣最高的评分有 9.3， 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。这部电视剧描写战国时代的秦国如何经过变法逐步变强，进而灭6国，一统天下，建立秦朝，成为大秦帝国的历程。而说到历史上的大秦帝国，无独有偶的西方也有一个大秦帝国。这个西方的大秦帝国就是我们熟知的罗马帝国。古代中国将罗马称之为大秦，这2个大秦，一个在东方，一个在西方。那怎么这么巧都叫大秦呢？在此先说明一下，古代说的大秦是否指的就是罗马？这方面有学者是提出质疑的。而罗马被称为大秦，跟秦朝的大秦有关吗？再来，古代中国约莫在东汉知道了西方有罗马这个国家，为什么那时的汉朝人要将罗马称作大秦，而不叫大汉？但先抛开这些疑虑不谈，暂时将罗马这个大秦与中国的秦朝大秦这一东一西2帝国姑且凑一起比较，发现竟也有其相似之处，就让本山人一一道来。2个都叫做帝国，顾名思义都有皇帝。东方大秦帝国不用多说，皇帝这个名词就是由秦王政发明的。他自任灭6国，一统天下，功过3皇，德兼5帝，各取一字为皇帝而来，有别于欧洲的皇帝 Emperor。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做奥古斯都 Augustus， 这个称号有神圣、至尊的意思。屋大维是第一个被授予这个称号的人，他等于是罗马帝国的始皇帝。他上位后结束了罗马的共和时期，开启了罗马的帝国时代，让罗马成为专制君主的体制。罗马成为帝国之前史称古罗马王政时期，一种类似于希腊城邦式的王国，后来进入共和时期，再到帝国时期。秦国变成帝国之前，前身乃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，也就是说2个大秦变成帝国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王国时期。当然，这2种王国是不同概念的王国。秦国灭6国，一统天下不用多说了，罗马则是一开始平定意大利半岛，接着3战迦太基，2挫马其顿，再征服塞琉古王国，硬是从一个小小城邦打出一个大大帝国。这一点西方大秦更是略胜一筹，领土不断扩张，成为了一个将地中海成为内海，横跨欧亚非的帝国。在崛起时的地理位置，2者都偏西。当初秦人的先祖是帮周天子养马的，出身最差，最初的封地僻处西边，还整天跟西戎族混在一起，中原一点也没秦国的事。东方各国还将秦国视之为化外之民，没想到最后被这个西方兴起的国家给灭了。而罗马刚建立时，东边的古希腊文明及其周边才是地中海的中原。这个在希腊西边的罗马当时只是一个意大利半岛台伯河畔的小城邦，没想到古希腊后来被这个西方兴起的罗马给征服了。2个帝国都推崇法，秦国搞法家商鞅变法这套起家后，又拜法家的李斯为相，以法家性本恶思想实行严刑峻法。秦朝的法律相当完善，凡事皆有法式，莫不建立法度，完善到让人受不了，几乎对所有大小事都有其规定。后世汉朝的桓宽作《盐铁论》里头就说到，秦法繁于丘图，而罔密于宁之。意思是说，秦代法律比秋天的植物土草还要繁多，刑罚比冻结的油脂还要稠密。所谓天下苦秦久矣，苦到吴广陈胜都要起来造反了。虽然秦律苛刻，但秦帝国这套法律也影响了中国后世历朝。说到影响后世，西方的大秦影响更大，罗马法影响了后世整个欧洲，甚至整个世界。除了英美法系，罗马法是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。从前深古罗马时期的12铜表法，到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的查士丁尼法典，罗马帝国开疆辟土，许多民族融入帝国，靠的就是法律来维持各民族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就是罗马法的精神。罗马帝国虽亡，却留给世界罗马法典这个最大遗产。东西2个帝国都是军国主义，虽然罗马在共和时期就将军人职业化，搞募兵制，但在古罗马时代则是跟秦帝国一样征兵制。罗马向来重视战争，不少罗马的皇帝是军人出身。罗马军中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，军人若犯有过失，轻则鞭笞，重则处死。有逃兵的部队还要排成一列，每10人抽杀1人，即所谓罗马知名的11抽杀令。若是打了胜仗，士兵可分得丰厚的奖赏，优先挑选战利品。而带兵的将领除了赏赐之外，在凯旋归来的那天还会大搞庆功仪式——凯旋式。
这是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特殊仪式。至于打了败仗，不但会被公开斥责，严重时甚至会贬为贱民阶级。这样一来，罗马士兵个个抢先奋勇作战，罗马军团天下无敌，把地中海都变成帝国的内海，靠的就是这赏罚分明的军令。相对于罗马的11抽杀令，秦国有商鞅变法创制的20等爵制度，临战斩敌手1级，则赏爵1级，一田1顷，一宅9亩，一厨庶子1人，乃得入兵官之力。简单来说，将军功爵位分为20级，只要斩首对方头颅就可以升级，斩杀的首级越多，获得的爵位就越高，相对应的福利也越好，还可以获得田宅及仆人。若父母是囚犯，还可以释放；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，也可以因此转为平民。一切都看士兵在战场斩获多少人头，这是秦国士兵在战场上可以英勇杀敌的主要动力。秦律还规定，军队射手若射不中目标，则要连坐受罚，有关督训官吏也要受罚。在强调军功的同时，也十分重视纪律。3军将士莫不听从号令，人人争先杀敌。这种制度让秦军成为当时战国7雄中最为勇猛的军队。除了军队制度外，尚武的精神也是很重要的。西方的罗马人没事就爱看角斗士，在竞技场跟狮子搏斗，而东方的秦国当时人称是虎狼之国，所谓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。而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秦人之俗，大抵上气概，先勇力，忘生轻死。”可见秦人的勇猛。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罗马帝国搞高速公路，秦始皇则是大修驰道，两个帝国都很用心搞交通网。罗马这些行省的每条路上都有不同轮距马车行驶，久而久之轮辙不同，会让马车行走时很快被颠坏，所以罗马的皇帝便颁布了敕令，要求罗马境内全部改用一样的马车轮距。没错，这是不是跟秦始皇的车同轨很像呢？而既然是统一天下的大帝国，一定要有统一的文字语言。罗马帝国的国语是拉丁语，官方文书都用拉丁文。虽然是国语，但罗马帝国却不强迫帝国内的各民族子民都说拉丁语、写拉丁文。说是不强迫，实际上也是推行不起来的关系。罗马人都认为希腊文才是精英使用的语言啊，但帝国中的蛮族有些是没有语言文字的，推行拉丁文就比较简单。但像是帝国偏东的地区，长期受希腊文化熏陶，哪里会喜欢用这种难用的语言呢？罗马帝国对文化是比较包容并行的，因为他们本身也没什么文化，他们也曾是别人口中的蛮族啊，所以当时希腊文与拉丁文是2种帝国内通用的语言，相较中文就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写法不太一样而已，所以很快就被秦始皇给自同文了。东西2个帝国都盖过长城，万里长城万里长。大家都知道，秦始皇盖长城征用大量民间劳力，盖到大家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而罗马帝国在征服不列颠之后，在这帝国的最北界边疆上，为了防御不列颠北方蛮族入侵，罗马帝国5贤帝之一的哈良德修了著名的千里长城——哈良德长城。哈良德长城现存的断垣残壁，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。最后来说说两者的影响吧。秦传了3世就亡了。但是大秦帝国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格局，却由后代各朝不断延续复制。罗马帝国延续了1000多年，但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，欧洲再也没有这样大一统的局面了。但犹如秦帝国替中国政治及文化奠定了基础，同样的罗马文化也替欧洲文明打下了根基。罗马帝国让基督教传播至全欧洲，让基督教文化深植人心，而后世的许多国家或多或少都宣称继承了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与秦帝国，东西方2个大秦各自影响了东方及西方世界。好了，这集影片就到此了。如果对这集影片有什么意见，欢迎留言指教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，敬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谢谢，我是无用山人，下次见。